我是蒋杰，我是一个独立开发者，也是 Sensible Contract 的合作者。今天的话，我主要在前两位的基础上分享一下感应合约的三方交易的应用，还有一些扩展的案例。感应合约的话，它主要有两个基本特性是，提供了通用的方式去进行合约的溯源和协作。这两种特性是比较简单、比较基础的。基于这个呢，可以做到之前很难做到的一些合约功能。同时呢，你也可以比较简单的去实现你的逻辑，或者是比较复杂的实现你的逻辑。比方说刚才CC 实现的这一套 Swap 的功能，就是非常复杂，但是它也提供了很多好处。不过你要理解它，我之前看到它实现的时候，我理解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是近乎炫技的这种表演。然后我现在要讲的呢，是我们最初实现的 NFT 的版本，还有 FT 的版本，这两个实现是比较简单的，是比较一开始是用比较直白的方法去实现的。我通过先分享这两个实现之后，然后再基于这种模式，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些对应的应用，这个是主要的分享内容。我们开始实现的NFT 和 FT 实现了一个主要的特点是，不仅包括基本的NFT 的转移发行，还有 FT 的发行和转移，还包括了它跟 BSV 的三方之间的两兑换，可以进行这种兑换。感应合约的溯源呢，保证了在这种兑换的时候不会被外部的非法的东西来破坏。然后感应合约提供的协作的方式呢，又可以让两个在同一个 TX 里面两个不相干的两个不同的输入之间能够相互感知，从而相互协作。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在之前咕噜已经讲的比较清楚了，我们现在只是讲应用。如果有对这个不清楚的话，后续我们还会继续的去解释这些问题。下面我们看我们最早 NFT 的实现。实现的时候，一开始想到的还是它的灵感还是来自于Ascript 里面的例子，主要是用了 DataPart 的状态来状态转移来实现这种功能。我们设计了有4种状态，一个是 issue 状态和 transfer 状态，然后在进行三方交易的时候涉及到 swap 状态和 sale 状态。下面这是一张图，是NFT 的 TX 的结构图。横着的一项是这个是发行一个 NFT， 然后它可以在下一次它发行出来的时候会保持一个 issue 的输出，这个 issue 可以被接下来继续发行同种类型的更多的 NFT， 然后被发行出来的 NFT 会有一条持续的链来完成它的权限转移的功能。比方说它发行给某一个人，你可以在下一次交易的时候把它转移给另外一个人，然后每一个 NFT 都可以独立的进行权限转移，但是它们之间都是保持独立的。NFT 它既不会多产生出来，暂时也不会消失，保持一个唯一的状态一直持续存在，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点。这边说到的就是我们会用几种状态来标记刚才的实现。发行的时候
它的输出是一个发行状态，然后转移的能够执行转移的锁定脚本的话，它是一个 transfer 状态，然后发行人的话可以从零开始发行很多个 NFT， 这种 NFT 都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 NFT。然后用户转移的话，它的状态是不变的，会一直保持是 transfer 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在合约里面可以判断合约的状态来维持这些逻辑。然后，在交易的时候，也是用了这样比较简单的实现方式来实现。是先把它，比方说我们如果要，将 NFT 跟 BSV 进行兑换，我们先把 NFT 把它状态转换一下，把它 transfer 状态转换成一个售卖状态。这样的话，别人可以公开的用 BSV 来进行状态转移，就是它不再需要你的签名才可以进行 transfer。只要下一个人拿到一定量的 BSV， 然后转给某一个固定的你指定的地址，他就可以把你的这种售卖状态的 BSV 买过去，就实现了一个BSV 跟 NFT 的兑换。这个兑换暂时不涉及到合约协作，因为只是一个简单的状态转移。Swap 的话也是一种类似的方法。这个 swap 是我们下面会实现的这个 token 的跟 NFT 的交换，也是先把 NFT 从 transfer 状态转变成 swap 状态，来标记这个 swap 状态的 NFT 可以跟同一个 TX 内部的下一个 token， 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感知，然后从而能够把它 NFT 的所属权交给向你支付了 token 的另外一个用户。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最开始版本的 FT 的实现，跟这个是非常像，跟 NFT 是非常像的。都是用了一个4种状态来标记这个输出的，来标记这个输出，从而能够决定这个锁定脚本能够执行什么动作。它需要执行的函数动作也是类似的，就是可以发行、转移，还有跟其他的2种兑换。FT 的实现跟 NFT 实现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在转账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余额，然后会涉及到跟 NFT 不同的一种特点，就是 NFT 的话，它只用保持它本身存在就可以了，但是 FT 的话，可能会有你余额的拆分，或者是余额的合并。我们目前实现的是2种最简单的，就是余额的拆分和合并。这个也是在我们看到 Scrypt 的例子里面，它们存在的已经现存的用法，我们直接拿来使用了。就是在发行 FT 的时候，模式是一样的，只有一个发行的输出，这个可以不停的发行新的 token， 然后一个 token 的话可以拆分成两个更小余额的 token。然后2个 token 的话，也可以合并成一个更大余额的 token， 就是这样的一个拆分和合并的逻辑。除了这个拆分合并之外，它的整体跟 NFT 是完全一样的，由感应合约来保证它的这个整个体系是封闭，不会被外界打扰。然后由感应合约来实现这种两个不同输入的相互感知合并。在这个方案之前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在第一场演讲里面，咕噜也说到，除非把它的整个 TX 推进来，但是推进来的 TX 需要保证它是正确的，就需要溯源，所以会遇到合约膨胀的问题。当时我们认为可能这个问题是无解的，但是我们加了一个Oracle 之后，只提取必要的信息，最终还是能够实现这种特性。就是2个独立的输入，去合并成同一个。虽然这个看起来非常简单啊，就是2个输入合并成一个，但是这在之前的
脚本里面，之前的比特币脚本上面，甚至即使基于 OP pushTX 的话，也是难以实现的。这个是 FT 包含详细功能的细节，跟之前 NFT 是一样的，也是一个艺术状态，然后它可以发行一个 transfer 状态的这个锁定脚本，来标记一定量的FT， 然后唯一不同的是一个 transfer 的 token 可以拆分和合并，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它跟BSV 之间的兑换也是通过先把 transfer 状态的转换成一个 sell 状态，然后就可以用常规的所谓脚本状态机的方法去实现这个逻辑了。这是一个比较直白的一个实现。然后它跟 NFT 的兑换也是先把它转成 swap， 或者是它去找一个处于 swap 状态的 NFT 直接跟它兑换，直接去兑换就可以了，它自己不需要转换。就是token 既可以发起 swap， 也可以跟随 swap。这是这样 swap 的一个直白实现。接下来是一张把 NFT 和 FT 合并起来整体视角的，同时包括它进行兑换交易的一个状态的示意图。就是这边是左边是 NFT， 右边是 FT。如果你想要用一个 FT 去购买一个 NFT 的话，就会涉及到他们两种 token 之间的兑换。比方说左边这个 NFT 的话，之前是属于某一个用户，然后这个 FT 是属于另外一个用户，他希望去用他的 token 去购买这个 NFT 的话，只需要把他们做到一个交易里面，把它任意一方先置于 swap 状态，然后另外一方参与过来交易，就可以将状态就可以将它的权限转移，并且把它的状态恢复。比方说，它本来是属于一个用户，当他过来了之后，这个 FT 的用户会跑到左边来，然后 NFT 的用户会跑到右边来，他们就相互交换了一次所有权。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 swap。然后在售卖，如果是售卖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状态的转移，不涉及到这种所谓合约之间的协作，因为它只需要连续的进行状态转移。比方说一个 NFT 它想要售卖，它直接先切换成一个售卖状态，然后下一个人直接购买，又切换回正常状态就可以了，它是一个连续的状态。我看一下时间哦。在这种应用的情况下，之前我们可能公开这个感应合约之后，然后有一个疑问，其他人会有一个疑问，说这个东西是主要是为了用来做 token 的吗？实际上肯定不是用来做 token 的，因为从基础上来看，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溯源和协作的通用方法，它可以被用来实现很多可能跟 token 毫不相关的东西。即使用这种我们现在看到的两种不同的 token， 我们综合起来看一下的话，它也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可以被应用的场景的。我们看一下这两种基本特性，大家可以想一下，还是看前面这张图。如果有一个 NFT 可以保持一个封闭的集合，然后可以发行这种token 唯一性的 token， 它难道只能被用在所谓物品的 NFT 化吗？比方说一幅画啊，一个作品呢，把它标记成一个 NFT 去售卖，实际上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应用。
大家可以想一下，比方说从自己从事的熟悉的行业里面，能不能找到这种模式的对应呢？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ID， 唯一的 ID， 然后这个 ID 可以保持它自身，然后我们还可以增加新的 ID。这种 NFT 可以表示一个物品，还可以表示什么呢？有没有大家可以想一下，看有没有人有想法？除了售卖 NFT 之外，比方说会员制是不是可以？酒店的房间，所以一个 NFT 是表示了一个房间，是吧？一个房间的某一天。那我发行 NFT 是什么呢？这个酒店扩建吗？预售。那我发行的 NFT 的量是不是就是固定的？比方说，我这个酒店有100间房，365，所以往下增长是每一天的情况。被转手的情况，所以它可以记录一个权益。对，可以这么认为。我们现在，我们之前想到的一种是最简单的场景是，可能是在一个商户上面，去注册会员，然后NFT 并不表示一个物品，而是这个会员的编号。如果如果一个商户然后有一个会员过来，你就给他分配一个 NFT， 这个表示他的身份本身。然后在这个 NFT 上，我们可以记录他这个会员的权益，然后他的积分，是吧？这是一种应用场景。我们想到另外一种场景是在游戏上面的应用。我们想到这可能可以做成一种链上游戏的对战平台。它发行 NFT 是玩家注册，玩家注册进来之后，每个人持有一个 NFT， 这是他的身份。然后NFT 上面可以记录这个人的活跃情况、对战记录啊，这种游戏信息。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NFT， 它只有一条直线的这种流转，但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把 FT 的这种合并和拆分也加进来，它就变成了一个混合的，是把两种 token 的特性混合过来使用，它就变得既不是 NFT， 也不是 FT。比方说，如果两个玩家之间可以有交互的话，比方说可以对战啊，可以助攻啊，可以赠送物品啊，都可以用合约去实现。然后用 NFT 的模式来记录某一个玩家身上的信息，用 FT 的交互的方式来实现他们之间的交互。我们之前有看到 Ascript 里面有一些小的例子，比方说抛硬币，然后比大小，还有之前我提到的一个剪刀石头布的一个例子，甚至是那个 TikTok 都可以被放到这个里面来，让两个玩家之间来进行游戏，然后把他们的游戏结局，把他们的战绩更新到这个 NFT 上面去，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可以保持你上面执行的逻辑不被外界干扰的，然后
又可以玩家之间链上交互的这种游戏对战平台。大家想是不是？比方说我们用剪刀石头布来对战的话，每一个用户注册过来分配一个 ID 记录，然后2个玩家之间可以来玩这个游戏，公平的玩这个游戏。这个合约是完全是在链上实现的。然后某一个人赢了之后，可以将他的战绩记录到这个 NFT 的记录里面去。然后还可以比方说我们做一个界面，可以显示它的排行榜，可以显示更多的东西，做一个游戏界面来让它玩。然后但是我们所有数据、所有逻辑都是链上的，就完全是一个合约化的一个这种角色扮演游戏。这个例子可能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想象，但是我们在实际的场景、实际的产品里面，我们计划把它用到这个狙击大作战上面，准备推出一个高级版的合约功能的这个竞技场。然后这一部分的详细介绍，我们可以请那个狙击大作战的制作人过来讲一讲，是稍微的简单的分享一下。你就用这个。大家好。我是临时接到这个任务的啊，说实话，我自己都觉得挺神秘的啊。我主要是以一个那个应用场景的这么一个东西，具象化的去描述一下前面大家介绍的一些概念。就是这么说吧，科学家这段时间辛辛苦苦制造了很多东西，我作为一个搬砖的，我怎么把它盖成一个房子？总而言之，通俗易懂的理解的话，我就是个托吧，或者说是个暖场了啊。先介绍一下整个东西的一个背景吧。可能狙击大作战不是每个人都玩过，这是一款那个游戏，我们用的是那个 H5 3D 技术的开发，可以那个实时点对点真人竞技的一款休闲射击游戏。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话，这也是一款非主流的区块链游戏。既没有白皮书，我们也没有做任何预售。其实也有很多人说我们挺傻的，辛辛苦苦搞这么一个游戏是图啥？至今为止，我们的全部的迭代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不断的在尝试各种常规的和非常规的一些设计，也重构过一部分系统，有验证成功，也有验证失败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啊，没有足够一个成熟的蓝本。其实这个路径啊，挺艰难的，我们走的也是挺艰难的。不过庆幸的是，在我们的那个需求和技术在互相折磨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坚持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在感应合约出来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将我们狙击大作战的 FT 跟 NFT 全部迁移在那个感应合约之上，并针对性的增加了第一批尝试性的小功能。更新了有1周了。从稳定性和后台数据和玩家群里面这一批产品经理的反馈来看，还算挺稳定，也算是达到了一个初始预期。接下来我们围绕整个感应合约呢，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个更新计划，其中有一个和蒋杰前面介绍的这个内容呢有比较大的关联，我们就在此展开来讲讲。在我们狙击大作战里面一直有个入口叫做黑色竞技场，这个入口呢其实放了有几个月了，一直没有开放，有很多想法想做，但是在之前的整个环境啊、基础设施啊还不是很完善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放在那边而没有去做任何工作。那接下来我们会准备怎么做？想做点什么东西？这个是接下来具体要讲的。首先，这是一个我们希望是可以多人参与的这么一个系统，多人参与。但是在我们目前的这种手机用户啊，包括说
币圈的用户的数量来看呢，其实很难做到很多人同时一起来玩，因为人数不是很多，而且手机作为载体的话呢，实现碎片化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一块呢，我们是准备采用了多人参与，但是是异步竞技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去做。需要有自动结算的这么一套机制，整个游戏的逻辑可以公示，我们的过程可以回顾，可以追溯，然后那个结果可以私有，可以交易，可以留恋。这是我们原始的一个初始目的。那我们是如何在感应合约的支持下去做到这个每一步过程哈？首先，这是一个以天或者说以周为单位的这么一个叫做集群式玩法。玩家需要报名参加，在开始之前需要报名。报名是怎么一个过程呢 ？OK， 我们花费一定的一个 OVTS 是我们发行的一款那个 FT 哈，需要花费一定的 OVTS， 然后铸造一场我的战斗过程。什么叫做战斗过程呢 ？OK， 我生成了一个关卡，一共有10次打靶的机会，你每一把打多少分，我都给你详细记录下来，并且把它铸造成了一个 NFT。这个 NFT， 这里我可以再展开讲讲哦。NFT 就像前面讲家说的，只能是一张图片，或者说只能是一个道具吗？并不是，其实 NFT 可以是一段记录，可以是一段我的过程，可以是一段我行为的这么一个集合。那玩家铸造这个 NFT， 我们有什么用呢？因为很多人可能是想中心化服务器，我随便记录一下都有这些东西了。但这种东西是你的吗？不是，一个 NFT 是你的。你的每一枪，你的每一分，你的每一个行为，你的每一个操作，你点开这个 NFT， 我能回顾。当然不只是我了，别人也能回顾，别人也能看你的东西，也能看你的这么一个行为。为什么我们想用它做成 NFT 哈？首先这是个竞技，竞技需要公平，公平需要可视，可视的话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你认为你参赛了，我得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水平。OK， 那我们继续往那个下一步讲哈，到了特定时间，所有报名者的 NFT， 我们会以一套规则、一套合约、一套公式进行一个1对1配对。也就是说，报名有序号嘛，1号在什么情况下跟7号进行对战，2号跟什么情况下跟13号进行对战，我们会一套规则，并且这个规则呢，我们是完全可以公示，就是说官方没有去做任何的故意的让高手跟低手打，低手跟低手打的这么一种情况，完全是可以那个监督的。到了这一步呢，我们就是说通过一对战去不断的产生，比方说64强啊、32强啊、16强啊、8强啊，这是冠军的一个出现，这是一个一次性运算。我们前面不是说嘛，我铸造这个 NFT 有什么东西？简而言之是一个分数。我今天参加这场比赛，我打了48分，这是我的一个分数。那每一个配对就48我大于47我赢了啊，48我小于52的那个人我输了。这个过程会有个什么样的转移呢？赢者把输者的这个 NFT 道具据为己有，也就是说，我打完一场，我身上有2个 NFT， 会有2个 NFT 啊。直到冠军产生之后呢，这个冠军有所有参赛者的 NFT 的那么一个集合。那到了这一步，我们会怎么操作哈？NFT 是可以销毁的，销毁完之后，之前所有人投入的 OVTS， 我们作为奖金分配给冠军。这一整个过程全是以智能合约的方式在进行。没有任何的那个官方的干涉参与。当然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哦，所有游戏呢，我们也难免有外挂呀、作弊啊、不合理行为的这么一种出现。那我们这么一个东西是不是也有可能有？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我们在出现那个奖金分配之前呢，我们会有个公示过程。这个公示过程呢，我们把所有赛程展示在游戏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任何一场战斗有怀疑，我可以点击这款 NFT， 我看一下你的行为有没有异常，你是不是很奇怪的在赢得了冠军？你这个100分是怎么来的？当然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后期我们可能更庞大的一个模块，整一个社区自治的一个模块。这个我们在这里就先不展开哈。至少说 NFT 的战斗记录的这么一种模式，是让我们具备了去实现社区自治的这么一种可能性。OK， 还有个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比方说每一天是有这么一个赛季哦，比方说4月17号有一个叫做第38轮多人黑石竞技场竞赛，这个赛果一旦出来之后呢，我们官方会把它制作成一个全记录的
叫做 NFT 预制。为什么叫预制呢？就是我们提供给你这么一个样本了，铸不铸造，玩家自己选择。你觉得这场东西非常有意义，符合你的这么一个预期，或者说这一场是我玩了1年第一次得冠军，我很想保留。行，你花点 OVTS，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铸造成一个叫做GG 大作战第38场黑丝竞技场记录，可以铸造成这么一个 NFT。这个铸造我可能说的比较没有太具体哈。这个东西是存在于你卡包，你可以在游戏以外打开这个卡片，它是一份独立的道具，就包括前面说的所有的这种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冠以了 NFT 命名权，但是完全是叫做困在游戏体系内的这么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种历史记录我不知道未来有没有价值，但是我个人如果说我很喜欢的话，我可以收藏。OK， 那游戏里面的这个应用介绍呢，就先到这里，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短哈。OK， 那剩下的就交回给蒋杰这边。感谢国家的分享。我这边主要还是聚焦到感应合约的上面。最后收一下尾是，我们认为虽然我们推出感应合约之后提供了2个是基本功能，但是我们不敢说这个东西就可以把路都铺好。我们只能算是搭了一个小桥，可能方便大家实现一些现在还没有想象到的这些业务，可能我们想象不到，但是也许其他人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就会发现，这个感应合约提供的这2种功能的确能够结合 iScript 实现他们想要的业务模型。所以我们还是欢迎更多的人来参与了解这个，也可以给我们提问题，甚至如果我们有一些缺陷的话，也可以反馈给我们。今天就是这些谢谢大家。大家有问题吗？有没有朋友有问题？有没有问题的？那我有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 Sensible Contract 比较复杂，也用到了 iScript 的这些东西。然后对于这个不太愿意了解底层的这些具体原理的开发者，你们有没有什么支持计划？比如说 API 或者服务？那要看这个开发者他开发的是哪一种类型的东西。如果他是想要做非常灵活的去实现他的业务的话，可能还是有必要了解感应合约的细节，因为毕竟这个细节也不多。然后至于那些可能不是需要完全直接基于感应合约的话，它可能可以跟其他的以感应合约方式实现的合约来进行协作，或者是更外层的话，只是来使用感应合约制作出来的产品，这样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参与的方式。我细化一下，就是比如说一家钱包商想集成 Sensible Contract 的这个 token 的收发，对，但是这个钱包商因为他不愿意去了解这个细节，所以他可能会要求一些 API 或者是服务。你们会对这方面有什么支持吗？我们现在提供的支持是，一方面会提供标准的有几个协议，就是 BCP 的协议。我们不仅可能会规范化它的数据部分，我们也会规范化它的接口部分，就是对外的接口。我们现在提供了一些部署发布的功能，这部分的代码也可以直接应该可以提供给合约那个钱包方去直接使用。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实现了有数据 API 去可以查询到使用 BCP 协议创建并且发布出来的 token，它可以不用自己去至少将来可以做到不用完全自己去分析这个 UTXO 的存在，直接我们提供的 API 就可以查询到。然后这些 API 就刚才你说到这些功能，其实是已经 ready 了，还是说？已经大部分 ready 了。OK， 谢谢。 API 已经基本可以对接，但是
使用起来可能还没有那么完善。啊，了解。好，谢谢。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你们这个感应合约，你刚都讲能做那么多东西，有的真的不能做。不能做是吧？不能做的现在我们碰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合约体积比较大，然后另外一个限制是 UTXO 的模型这种本身的限制，主要的限制是这两方面，它可能有很多业务场景就并不适合，或者做起来很困难，或者做出来要么成本很高，这些东西可能是不太适合实现。这些东西可能并不是感应合约本身的问题。刚才这个问题，我来补充两句。正好刚艾润问那个就是对开发的支持的这块的情况。那么有两种用的模型，第一种是你不用理解感应合约的细节，你希望就直接把它当成一个黑盒来用。那这种情况呢，就我们鼓励你用我们已经建立好的几种交易模型，不管 NFT 也好 ，FT 也好，我们已经相对摸索的比较成熟的，这你们可以直接拿去用，直接把代码 fork 过去改，或者是直接，甚至是直接往我们的服务器上发都可以。这是第一种，当黑盒用。第二种模型呢是，你认为你觉得感应合约里边提供的某些功能可能对你的核心业务有帮助，甚至它就是你核心业务本身。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DApp， 或者是像蒋杰刚才举的例子，就是你就是想用感应合约本身来实现一套完全去中心化的链上存在的游戏平台，不需要服务器。如果你想要做这种尝试的话，我们鼓励你跟我们联系，然后我们一起来探讨就是最佳的方案是什么，因为这有很多好处。第一，我们会参与到你的开发之中来，我们一起来看怎么样设计更好。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感应合约形成更多的就是能对其他人有帮助的这种标准的模板。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去中心化游戏平台，你也许抽象出来了以后，它就不仅仅是一个游戏平台了，它有可能是一个小说平台、内容平台或者其他什么平台。只要你的模型设计的足够好，它可以被用在你可能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地方。那么，这两种我们都是鼓励，而且我现在也知道的是，有一些开发者他们，会用第一种，有些会用第二种。我觉得这两种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好的。前一种让我们的模型更稳定，然后后一种让我们更快的成长，所以都是值得鼓励的。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就是帮助大家理解这个东西，用好这个东西。好，谢谢大家。